他叫徐仰天，現在是新加坡永久居民。2022年初，他把他的 Shein 公司總部從中國南京遷到了新加坡。你也許不知道徐仰天是誰，但是你有可能听說過 Shein 這家公司。它是短短幾年內迅速崛起的中國快時尚品牌。目前這家公司的估值是大約660億美元，而且正忙着準備在美國上市呢。資本圈的人都知道，徐仰天跑去新加坡是為了讓公司順利的在美國上市。那問題就來咯，他為什麼不搬到離中國更近的香港呢？香港難道不更香嗎？畢竟它的生產商和大部分供貨商都在中國大陸啊。徐仰天顯然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把企業搬到了新加坡的大陸人。2023年，新加坡吸引了3500名净資產至少在600萬美元以上的富裕人士移居到他這裡。實際上，新加坡已經成為了中國富豪們的海外聚集地之一，這已經不是1-2天的事了。在新加坡的10大富豪榜上，就有多位来自中国大陸的移民，就包括有深圳迈瑞醫療的創始人李希廷、海底撈的創始人張勇。不只是中國富豪啊，更令人關注的是美国億萬富翁達利奧、谷歌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布林，還有印度億萬富翁安巴尼，他們近年都在新加坡設立了家族辦公室，管理他們的個人財富。2022年到2023年，還有大批的金融工作者和企業逃離香港，湧入了新加坡。新加坡是個很小很小的國家，總面積才719平方公里。你開車的話，1個小時就可以穿過整個島嶼。它不僅面積小，而且也極度缺乏資源。常住人口也僅有560萬，還少於香港的750萬。可是新加坡卻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甚至領先於德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那這個小島國家是如何變得如此富有、如此成功的呢？新加坡到底有什麼秘密武器啊，吸引了這麼多外國富人和外國財富流入呢？今天咱們就來好好聊一聊這個話題。2023年12月11日，香港股市恆生指數歷史性的跌回到了1997年的水平，主權回歸26年如同一夢。經歷了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還有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從2021年以來，香港淨移出人口已經超過了50萬。2022年，香港本地的 GDP 比起上一年實質下跌了大約3.5%，怎一個慘字了得啊！作為近100年的亞洲金融中心，東方明珠香港光彩不再。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新加坡會取代香港的位置，成為世界級的金融中心嗎？在進入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簡單看一看新加坡的崛起史。新加坡的獨立時間很短，而且它也不是拼着搶着要獨立的，它是被馬來西亞遺棄之後不得不獨立的。1965年8月9號晚上，馬來西亞國會全票通過了把新加坡踢出去的決定。當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流着眼淚向聽眾們宣布，新加坡從今天開始被迫獨立。李光耀說：“對我而言，這是極其痛苦的一刻。” For me, it is a moment of anguish because 新加坡就像一個被趕出了家門的養子，李光耀在鏡頭前落淚哭鼻子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新加坡的面積只有香港的65%，除了港口和人之外毫無資源。在1965年看來，這個小島確實前途無光，面朝大海就不是春暖花開了，真是跳海的心都有了。但結果是短短10幾年之後，新加坡的經濟就迅猛發展，躋身亞洲4小龍了，人均 GDP 是超越了它的前祖國馬來西亞的4倍以上。那估計馬來西亞這個時候腸子都悔青了。不得不說，新加坡的崛起真是一個奇蹟啊！新加坡沒有煤炭，沒有石油，沒有礦產，但是它的確擁有其他國家買不到的東西，那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島位於馬六甲海峽的南端，是國際貿易航線的索要之地。這是英國人早在1819年就決定在這裡建立海峽殖民地的關鍵原因。但是位置並不代表一切，新加坡附近也有幾個國家看起來可以利用他們的地理優勢，但是他們遠沒有新加坡那麼成功。而且新加坡和一些刻意想擺脫殖民地歷史的鄰國不同，它1965年獨立之後就仍然與它的前宗主國英國保持着密切聯繫，這一點在現在看來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種明確姿態的站隊是讓新加坡在獨立之後保住了自己在國際貿易體系當中的地位。
被英美視為自家人，就不會像古巴發生革命之後就被踢出國際貿易體系了。1960年代，新加坡、香港、台灣和韓國迅猛發展，被稱為亞洲四小龍。這幾個經濟體起飛的共同特徵是他們抓住了1960年代的機遇，就是承接住了发达國家產業升級過程當中轉移出的所謂下沉產能也就是勞動密集型產能。這幾個國家是利用本國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優勢，以及像新加坡這樣的處於國際航運樞紐位置的地理優勢，把轉移出的西方國家產能安置在本國，生產出產品以後，再利用航運的便利賣回到西方國家，從而再吸引來更多的投資。於是就帶動了經濟蓬勃循環。在這個過程當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就是政府。政府必須果斷地辨識機會，大力干預，直接介入到產業政策裡去。所以四小龍的共同特徵是，他們都有一個強勢的威权政府，下決心辦什麼事情就能辦成，不會拖延不決。但是這幾個國家在法律、在價值觀上又能和西方民主國家對接，這樣它才能夠承接住西方发達國家轉移出的資本和產能嘛，就不會肥水流到外人田裡去。對於新加坡來講尤其如此，20世紀60年代它獨立之初可謂是困難重重，失業率很高，在10%以上，勞工也經常罷工，而且新加坡當時和任何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一樣，出現了住房危機。那個時候，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定居點之一。那新加坡政府是如何打造一支有紀律又有效率的勞動力大軍來吸引外國投資呢？那你就必須要讓勞工們看到努力工作能夠得到什麼，比如他們可以擁有自己的房子有房子这個事兒是相當重要有恆產者有恆心嘛，買了房子你就要供房子有了房子當然就要添丁加口家裡有了新的人口，你就要為子女未來而奮鬥人生就有了責任嘛，有了責任就有了目標，那你還能不玩命工作嗎？這也就是為什麼新加坡獨立之初，政府專注於建造經濟適用的公共住宅原因這些住宅在新加坡被稱之為祖屋，目的就是要讓多數人有恆產有恆心，未來有奔頭，那人們才會做長期規劃嘛。這是儒家的治理智慧，新加坡政府是牢牢抓住了這個關鍵。那經過了幾十年努力，在60年代只有9%的人居住在祖屋當中，而現在這個比例已經超過了80%。再加上雇主的權力得到加強，新加坡的罷工就變得極為罕見了。同時，新加坡政府還通過減稅吸引外國投資來促進經濟成長，經濟增長了才能夠緩解失業嘛。新加坡的失業率從1959年的14%，從而下降到了1970年代的4.5%，低於了5%門檻，算是充分就業了。到1980年代，新加坡已經成為了區域製造中心，也是全球最大的電腦硬盤生產國。而且新加坡還有一個非常難得的成就，它是少數成功扭轉了製造業衰退的發達經濟體之一。在大多數國家，製造業一旦流失，它就很難再往回補，而新加坡不是這樣。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製造業佔新加坡 GDP 的比重，從2005年到2013年，這8年期間是下降了9個百分點，但是從2021年以後又回升了4個百分點。在新加坡的歷史上，你可以看到2次經濟總量大躍進式的激增，一次是在80年代末期，另外一次是在新千年之初。有意思的是，新加坡的經濟低迷恰恰是它後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為什麼呢？因為眼下的困難恰恰有助於凝聚共識，便於政府推進一些以前比較難推進的激進改革。比如在1985年，新加坡陷入了獨立以後的第一次衰退，迫使政府咬牙推出了新措施，把國有的電信業私有化，來提高競爭力。世紀之交的時候，新加坡又陷入了衰退，迫使政府進一步開放金融、保險這一類的業務。那這種開放性的政策是使得服務業佔新加坡的 GDP 比重大為增加，從1985年的24%增加到了2017年的70%以上，增加了大約3倍。服務業繁榮吸引了更多人投資，提高了新加坡對大企業的吸引力。跨國公司們紛紛在新加坡設立地區總部。總部在這兒，當然設備、資金、技術都會往這兒轉移，那大樓就一棟棟蓋起來，高薪就業機會也刷刷刷的冒出來， GDP 就蹭蹭蹭的漲上來。
新加坡政府也抓住機会，簡化各類行政流程，為營商創造友好的氛圍。所以今天的新加坡被評比為全球做生意最容易的地方之一。自從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大陸以來，這20多年，新加坡和香港一直在較勁，在競爭亞洲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早期香港的確有很多優勢，一直被譽為東方之珠。從1970至1980年代，在東亞地區，香港可以說是這個區域內在治理水平和自由度方面首屈一指的經濟體系。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經濟才剛剛起步呢。即便是當時的台灣，在很多指標方面仍然是落後於香港的。香港說得上是一枝獨秀。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前英属殖民地，英國人很早就意識到這2個港口在貿易和航運方面有非常大的潛力。第2次世界大戰以後，香港和新加坡都是面積小、人口稠密又沒有自然資源，面臨着同樣的挑戰。但是香港是面向中國大陸的跳板，它距離日本和東南亞的距離幾乎等同，做轉口貿易更有便利。而且1949年以後，香港又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承接上海金融資本南下避難的首選地，所以它在20世紀絕大部分時間裡面所享有的優勢都是新加坡完全比不上的。但是香港和新加坡它們共同的特點是，他們的法律、政治制度和多元文化都是英伦風，所以他們選擇的道路也類似，那就是實行極為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政策，保持最低程度的關稅和最少的政府日常干預。另外，在法律環境和市場監管方面，又向其他發達國家看齊，敞開大門做生意。這樣，香港和新加坡這2個地方都吸引來了，也培養出了許多專業人才，吸引来了大量的金融資本。可以說，天時地利加人和，使得香港和新加坡這2個地方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同時成為亞洲的經濟奇蹟。但新加坡是後起之秀，在20世紀後半段的大部分時間裡面，比起香港，那還是略遜一籌的。新加坡和香港之間這種寄生於和生量的微妙關係，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風水輪流轉，福星照海峽。那過去幾年，正如大家知道的，發生了很多事情。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再到2020年實施的香港國安法，不只是支持民主運動的黃絲帶們紛紛搬離香港啊，挺北京的藍絲帶們也對變化以後的新環境感覺不適。比如富豪肖建華既不支持民主，也不追求獨立，他不也在2017年被綁回中國大陸了嗎？因為獨立的法治環境被破壞了，那就不管你是黃絲、藍絲還是土豆絲，通通都是受害者。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的銀行家和投資者們越来越感到不安。另外，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又加劇了這種擔憂。根據加拿大智庫弗雷澤研究所編制的最新排名，香港已經把它佔據了5年之久的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寶座，拱手讓給了新加坡。這是由於香港在很多關鍵指標方面出現了嚴重倒退，比如司法的獨立性、法院的公正性和法律完整性等等方面。另外，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放緩和房地產業的危機，使得香港的金融公司在內地的業務不斷減少，也迫使他們紛紛裁員。那新加坡當然不會放過眼下這個機會。根據 Trading Economics 分析師的預測，到2023年底，香港的人均 GDP 預計會是$44,930億，而新加坡的人均 GDP 估計會達到$67,830億，是$6萬多對$4萬多，就把香港甩在了身後。那如果只從人均 GDP 這個數字出發，新加坡就僅次於盧森堡和愛爾蘭了，成為世界上第3富有的經濟體。儘管全球經濟成長疲弱，但是新加坡表現得很不同。新加坡这個弹丸之地，在2022年1年之內，製造業的硬件投資就達到了$146億，這其中一半是來自於美國，歐洲是佔了21%。2022年，外國資本流入新加坡達到了$1950億，創了歷史新高。最大的投資國呢，仍然是美國，其次是日本。來自於中國的資本流入新加坡，2022年也達到了7年以來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香港的外國投資在同一時段內是下降了16%，僅僅是在2022年，外國資金就流出香港達到$1038億，是這段時間新加坡資金流出量的2倍。
不僅是外國投資，在2022年，新加坡外匯市場的交易額也把香港大幅甩在了身后。2022年，新加坡在全球外匯市场当中的份額增加到了 9.4%， 僅次于英国和美国，居全球第3。而香港在全球市场份額当中的比例呢，是从 7.6% 下降到了 7.1%。新加坡已经击敗香港，成为了亞洲頂級的外匯交易中心。2022年是香港倒霉的一年，香港證券交易所的总市值也下降了 16%， 到46000億美元。所以从2022年至2023年，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当中，新加坡已經超越香港，攀升到全球第3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加上健全的司法體系，構成了新加坡營商環境的堅實基礎。那接下來再說說它的政治穩定。像新加坡這種城邦國家，小國寡民，又處於航運要衝，外交上從來都是奉行誰都不得罪的原則，既不開罪歐美，也不冒犯中俄，是個死硬的七強派。也因此呢，在中美交惡的這個大背景之下，新加坡可以說是少數能夠沾到好處的國家之一。新加坡國土面積狹小，不利於傳統製造業的發展，比如冶金和機械製造。但是有一弊的同時也有一利，就是它因此也淘汰了大量利潤不高的產業，吸引了更多的高科技企業和人才到這裡。像中國的大型科技企業騰訊、字節跳動還有華為，也紛紛選擇了在新加坡開設辦公室，作為他們全球市場的中間跳板。除了科技公司，像我們在影片一開始提到的快時尚品牌 Shein 這一類公司，也選擇和中國大陸剝離，落戶新加坡，希望呢借把自己的身份變成新加坡企業，能夠在美國成功上市。前面講的這些都是說新加坡靠什麼吸引了投資和人才。新加坡同時它還是個富豪聚首的地方，那麼請問它到底是靠什麼秘密武器，可以吸引這麼多有錢人和成功企業來落戶它這個彈丸之地呢？我知道屏幕前的朋友們絕大多數不算很有錢，但是這並不制約大家的想象力嘛。請大家閉上眼睛想一想，如果你是有錢人，你最關心的事是什麼呢？首先當然是安全，你攢的錢不能明天莫名其妙的就被共產了。共產這種事兒吧，在有的地方是通過破門而入、明火執仗的方式來做的，但是有的地方也有更文明的手段，那就是徵稅。咱就不說逃稅啊，逃這個詞兒太難聽，咱就說避稅。那啥叫避稅啊？它就是不違法的逃嘛。這永遠是富人腦子裡排名第一位的大事兒。所以富人傳統上會把錢存放在離岸金融中心，比如開曼群島。世界上有 85% 以上的離岸基金都註冊在開曼群島。開曼提供了非常低廉的稅收，基金在開曼群島不需要繳納所得稅，也不需要繳納資本利得稅、分紅稅等等。這樣一來，富人們的錢在這裡就可以獲得最大程度的保全。香港是另外一個著名的離岸金融中心，為了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進來，香港政府在2018年正式出台了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架構 （Open-Ended Fund Company）， 簡稱 OFC 架構。雖然香港的這個 OFC 與歐洲和開曼群島的略有不同，但是主要目的和功能是相同的，就是幫你省稅。還有香港的 OFC 在基金資本的分配方面比舊的信託體系也更加靈活，它支持各種共同基金，例如房地產基金、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等等。而且很重要的是，香港的 OFC 它的管理成本非常低。那麼新加坡也想加入搶富人的競爭，所以也得在幫人省稅這事兒上琢磨，和別的離岸金融中心競爭。2020年，新加坡政府引入了一種被稱為可變資本公司，簡稱 VCC 的新型法律結構，在功能上也是類似於開曼群島的離岸金融中心。截止到2022年10月份，已經有600多家公司利用了新加坡政府的這項新計劃。一些全球最大最知名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經在新加坡設立了辦事處，包括 Marshall Wace、Griffin Citadel、Enterprise Americas 和第一 Shaw。億萬富翁科恩旗下的 Point72 資產管理公司甚至已經把新加坡的團隊規模擴大了50%以上，達到了100人。2019年，新加坡改革了稅收政策，還為富豪們提供了快速居留權計劃。
富人是全球各個國家都在競爭的稀缺資源，是香饃饃。人來了，那當然他們的錢啊，他們的企業啊，還有就業機會啊，關係網啊，你看這些資源不都跟着一起來了嗎？當然你要說每個國家都喜歡外國富豪到自己這兒來，那也不一定是事實啊。有的国家就明里暗里着把人家在往外趕啊，又是抓間諜，又是行走的50萬什麼的。香港就跟着吃了瓜烙。在新加坡对全球富人敞開懷抱，招呼着人也來錢也來的同時，香港那邊卻在大幅度退步。香港的資產管理規模2022年下降了14%，反觀新加坡2022年是增長了16%，也創了歷史新高。波士頓顧問集團估計，新加坡的外國財富在未來5年還將成長9%。前面講了這麼多，那大家是不是覺得新加坡已經是國運的大贏家，已經妥妥的坐穩了亞洲第一金融中心的寶座呢？其實也不能這麼說，正如沒有完美的人一樣，也沒有十全十美的國家。其實新加坡目前也面臨着很多不足和挑戰。根據透明國際公布的清廉指數排名，新加坡名列全球第5，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成績，特別是對於腐敗文化源遠流長的華人社會來講。但是最近，這個新加坡2代人才好不容易攢起來的清譽，受到了一系列醜聞的打擊。2023年，新加坡交通部長因為腐敗醜聞被捕，有2名議員也因為婚外情而辭職。另外，2023年8月份，當局還指控了10名外國人在新加坡洗錢，沒收了超過28億新加坡元的資產，包括有房產、豪華汽車和現金啊。多說一句，被指控的這10名外國人被稱之為福建幫，來自於中國。因為洗錢這個事兒，它總是和各國的有錢人跨境非法轉移財產有關的，所以在國際壓力之下和社會內部壓力之下，就迫使新加坡當局加強了對外國資金流動的審查。這也為家族辦公室業務蒙上了陰影，因為在新加坡，家族辦公室這種機構啊，它設立的目的之一其實也是便於富豪移民的。如果它反而促成了這個資金跨境的非法轉移，那就等於你新加坡堂而皇之的鼓勵洗錢了嘛，這就對新加坡的法治声望打臉非常嚴重。新加坡金管局最近宣布了對家族辦公室實施更為嚴格的反洗錢監管，而且監管的嚴格程度未來還有可能升級。在亞洲頂級金融中心的爭奪戰當中，天平也沒有完全倒向新加坡，至少對華爾街而言是如此。对於希望打入中國的企業來講，香港仍然是第一站。中國現在有很大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如果說中國大陸算是香港身後的後院的話，那麼東南亞就算是新加坡身後的後院。可是新加坡這個後院的經濟體量啊，就小太多了。東南亞由10國組成，擁有6億8千萬人口和3萬億美元的經濟體量，而中國大陸呢，則是號稱有14億人口和18萬億美元的經濟體量。人口是東南亞的2倍多，經濟體量是6倍左右。雖然新加坡一直在吸引中國的財富，但是香港得地利之便嘛，它仍然是中國高淨值客戶最扎堆的地方。亞洲有近1半的對沖基金經理都駐紮在香港。再來看股市的規模，香港上市公司的總市值大約是5萬億美元，是新加坡4000億美元的12倍還多。新加坡資本市場的體量比起香港來講還是偏小的。那當然，对於想上市發行新股的公司們來講，在香港上市潛在的認購者就會比在新加坡多得多。香港和新加坡體量之間的差距，不是新加坡在一夜之間就可以克服的。咱們再來說新加坡房地產業的繁榮啊，有房子的都很高興，看着自己資產的價值蹭蹭蹭的往上漲，可是沒房子的和租房住的人就愁了。新加坡的房價持續上漲，把更多人推向了租房市場，也推高了本來已經很高的租金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香港和新加坡的居住成本差距已經縮小了。同時，從事金融業的香港人往往收入比較高。根據 eFinancial Careers 2022年的報告，香港金融業者的平均薪酬，包括了薪資和獎金，是接近30萬美元，比新加坡高出了52%。所以亞洲的頂級金融大拿們還是居住在香港的比較多。新加坡的嚴刑峻法也是有了名的，讓很多人心驚膽戰。比如在新加坡，你用完廁所不沖水，最高會被罰500新元。
一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都居住过的金融人士承認，新加坡的规矩太严，反而讓他們覺得亂哄哄的香港更加親切。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以新加坡為背景的電影《摘金奇緣》，故事講的就是紙醉金迷的亞洲富豪事件。2023年，新加坡被評選為全球第5富有的城市，這裡居住着24萬名出頭的百萬富翁，是名副其實的富豪聚集之地。可是你問問絕大多數的新加坡普通人，他們覺得自己富有嗎？當然不是的，其中2個最主要的原因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不平等。2023年，新加坡超越香港，連續4年蟬聯了全球生活成本最貴的城市榜首，甚至領先於紐約和倫敦。因為昂貴的汽車稅，新加坡也是世界上買車和開車成本最高的地方，而且新加坡還是世界上買衣服第3貴的地方。那今天講了這麼多，請問在您的心目當中，亞洲第1金融中心該是誰呢？是新加坡還是香港呢？也許在有的朋友心中不是這2個當中的任何一個。在我看來，要成為成功的金融中心，開放、透明、政府的清廉和法治的健全，那是必須的。另外還得有大量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才，同時還得很低或者沒有地緣政治風險，得政治穩定。當然，除了以上所有條件之外，還離不了天時和機遇。那麼好，今天這個話題呢就分享到這兒，謝謝大家，咱們下回接着再聊。